家里客厅用的小米盒子，安卓版本太老了，现在好多应用都无法安装，所以索性入手新小米电视棒 4K 版。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它的表现到底如何。好的，拿到手可以看到它整个那个包装盒并不大，挺有分量。看到后面 Google TV、奈飞、Prime Radio、YouTube，OK， 这都是内置的。好，我们开箱。遥控器 ，Micro USB 的一个数据线，一个 HDMI 的一个延长线。这个电源，因为我买的是个欧版的，所以说是这种插头，这个还蛮方便的。好，这个就是本体了。多种语言的那个一个说明书，这个没什么鸟用，放旁边去。好，那么所有的东西就到这里了，非常的简洁。这是我的 Fire TV 4K， 长度和宽度差不多是一样的啊，只是一个圆角，一个直角。如果你家的电视 CC 兼容性不好，小米电视棒是可以匹配音量的，但是电源键不支持。好的，一顿操作以后，我们就激活成功。这里要注意，小米电视棒是需要科学上网环境的，如果你不具备这个条件，请不要购买它。然后首页可以看到它那个整个的 UI 呀，安卓11的那个 UI 跟安卓9很像，基本上没什么大的一个改变。然后首页有一个小米的一个定制的一个 Password 这个应用，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常用 App 的一个快捷入口，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的用处。如果你不喜欢，是可以把它隐藏掉的。来到设备偏好设置，进入到关于，可以看到确实是安卓11的。由于定位为电视棒，那么储存空间并不大。新机默认开机后的可用空间也只有5.2个 GB。UI 默认是开启了杜比世界的。我们使用索尼电视遥控器的屏显键，可以很直观的看到。如果你并不想全局都这样，可以去设置，来到设备偏好设置，显示和声音，进入匹配内容，勾选匹配内容动态范围，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HDR 自适应功能。只有在播放杜比世界 HDR 视频的时候才会自动点亮。这里我们试一下，播放一段杜比世界的影片，在信号源这里可以看到是自动匹配了。停止播放以后，杜比世界消失，目前的显示就为常规的 SDR 模式。如果你使用的是 Apple TV 这种自适应模式，切换的时间大概会有1秒黑屏，而安卓系统在这一点上确实是领先于 Apple 的。小米内置了匹配内容这个功能是非常不错的，并不是所有的电视棒都有，这个给予好评。该功能给了大家多一个选择。如果你家里的设备杜比世界都达标，你想全局或者是自适应匹配都可以，完全是个人喜好问题，并没有哪个更好的说法。比如我在 Apple TV 上就是开启了全局杜比世界，关闭双匹配，接下来就是要安装第三方应用了。毕竟国内的一些应用并不会上架 Google Play 商店。Downloader， 我们首先下载 Downloader， 这个在我的 Fire TV 火棒上也有，是个非常好用的下载安装工具。它有个特点，你并不需要输入繁琐的网址，简单的代码就可以让你直达你想去的地方，比如96142，直接就跳转到了 Emoton 网站。Emoton 商店有多好用就不多说了。首次安装的时候呢，还是会提示你未知来源的应用，按照提示打开该权限就好了。好，再次回到 Downloader， 左边栏 Files 就可以看到刚才下载好的 Emoton 安装文件，直接点击安装就好了。有了 Emoton， 基本上可以满足你日常的需求了。还有些个别的应用要安装的话呢，Emoton 商店最上面有一栏远程的推送，这样就能方便的把你电脑中的 APK 安装包推送到小米电视棒。大家都知道，小米是最喜欢跑分的，和谷歌电视棒比一比，都在伯仲之间。其实日常使用中是不会有任何感知上的差距的。好的，在网络方面呢，小米这次并没有给到 WiFi 6的支持，日常 WiFi 的平均值差不多就是200多。如果你不满意，也可以用一个拓展坞加上一个 USB 网卡，使用有线连接。但要注意，并不是所有的 USB 网卡都可以支持，只有螃蟹的8153的网卡芯片才可以。
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。在流媒体方面，小米这次是支持了 AV1 编码格式的，我们去 YouTube 看看效果。好了，大家注意到了，此时确实是 AV1 格式 ，YouTube 会根据你设备的能力来判断，自动推送 AV1 或者是 VP9 格式。不过我觉得大家真心不用太在意这个东西 ，AV1 编码格式不过就是视频容量更小一点，除了能节省一点点你的流量以外，对我们使用者来说，并没有什么多的鸟用。好的，来到了奈飞，双杜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播放时，你的电视或者是回音壁会有相应的显示。你如果想看码率，可以通过外接键盘按 F4 调出当前的码率。目前是15兆 4K。如果你流量很紧张，就要注意了。像这样看1个小时，大概会消耗你8个 GB 的流量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看迪士尼，它是除了支持双杜比以外呢，还有 IMAX。这几天由于是迪士尼那边的一个问题，这里显示不出来杜比全景声，这应该也和前段时间 Apple TV 上遇到的问题一样，你不用担心，过几天它就会好的。迪士尼和奈飞一样，也是需要授权设备的，并不是随便什么设备你都能安装使用。当然，你可以强行的安装 APK， 但是迪士尼并不会给你 TV 版的界面，这也就解释了有些同学经常问我的问题：他的迪士尼界面为什么和我的不一样？哎，想想现在的小孩真是很幸福。我小时候看的是还只能是晚上的6点半才有一集。现在不光是可以随便看各种动画，而且还是双杜比效果的。好了，我们再来看看 Apple TV。好，我们进去看一看，可以看到它整个的 UI 的那个布局和 Apple TV 上面的是一模一样的，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，流畅度也可以。德黑兰以色列的高评分谍战剧非常不错。Apple TV 上面的电影和影剧都是支持双杜比的，可以看到我的回音壁上面已经有杜比全景声的一个提示。我们使用索尼的遥控器调出那个信息源，可以看到目前也是杜比世界的一个格式。虽然是电视棒，但本地播放能力还是不能忽视的。安卓系统必须还是得 Kodi 来支持一些高码率的片源。这个片子的码率呢50兆，播放起来还是没有什么压力的。再来试试看圆盘播放。非常 OK 的，当然这个也是要看圆盘大小的。再来试试一个大点的片子，《阿凡达》的蓝光101.9个 G， 看看载入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。试着拖动一下，这100G 的文件也可以做到差不多是秒拖。基本上让你感觉不到有载入的一个等待时间。我们再来试一下，效果非常好，100G 的文件拖动起来毫无压力。当然，你要觉得 Kodi 配置起来麻烦，如果有 NAS 的话呢，直接用 Plex 或者是 Ambi 都可以。我们来看看 Ambi， 它也是支持本地杜比全景声的。恰好有一套好的音响，还是可以好好爽一下的。其实整体来说，小米电视棒 4K 非常不错。唯一值得后期改进的地方，我觉得可以向 Fire TV 火棒学一下遥控器方面的一些便捷操作。在日常需要输入的情况下 ，Fire TV 的遥控器，比如播放暂停键和菜单键、后退前进键，都相应的对应了一些直达的一些功能，它操作起来效率高很多。小米目前可以说是国内厂商在电视棒和盒子方面，在海外做的最好的，也是唯一的。毕竟这个对于手机来讲是个小品类，并不会有太多的厂商去重视。小米的做工呢，一点都不亚于国际大厂的产品，系统方面也紧随 Google 原生，这个是非常值得好评的。如果你恰好在寻找一个奈飞认证的产品，在几百块这个价位上，小米电视棒 4K 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。感谢收看本次视频，我是小鹏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